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我是吴，我是天豪，玩具人的定番企划。今天我们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的就是由我们的乐高达人千豪，竟然变成达人了。对，2024年必买的始祖乐高。这边要跟大家讲个前提，千豪在推荐这个始祖乐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什么我们一定是要多大的合组，对，我们是从这个最都阶的入门一直推到高阶的，让各位玩具人可以有自由的选择。我们不会只推荐那种大到你其实买了会有点困扰，因为真的太大，你不可能每一款的乐高都是什么4-5千片这样子。希望可以比较全面、全方位的来推荐。这次的这个盘点的零件大概是300多片，到最大的大概是5000多片左右，就是这个 range 其实是蛮超广。精选的这10款，尽量是都有亲自的玩过。那如果是我自己没有玩过的话，或是我没有拥有的话，我也是有现场去看过它的实体，或者是有在网络上看过很多人影片的介绍，会从组装的时候就大概知道里面的内构，所以才会拿出来推荐。顺序是怎么样？从零件数最少的，然后开始慢慢往上，到后面呢就是好大，放不下了。那第一组我们跟各位玩具人介绍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77049的西施惠，欢迎来我家，就是动物森友会系列里面我算是最推的一款。动物森友会的乐高是在2024的3月开始推出的第一波嘛，那其实我在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困难。西施惠的这个欢迎来我家跟离克的那个商店，其实我觉得很难选。决定性的因素呢，就是因为西施惠比离克可爱，因为西施惠算是一个真的是最经典的一个代表角色，然后它人偶也做得超可爱，所以就选了这一组当做是，如果你真的就只能入手其中的一款，就是选西施惠的这个欢迎来我家。有389片的零件，组完之后你会得到就是很符合动物森友会美术设计风格的房子，还有里面的很多的游戏元素都有立体化成乐高，像是最经典的 DIY 作业台，这个就真的做得超好的。然后它也用大量的印刷件去做了像是 DIY 工具程式，还有化石的裂缝，它连那个都用印刷的。对啊，这个啊，它用了大量的印刷件去呈现动物森友会游戏里面的元素。然后像是拼搭的部分呢，还有像是这个很童话风格的苹果树，跟这个飞在空中的礼物等等。我觉得飞在空中的礼物超可爱的。对啊，它用这个透明件去营造。其实整体来说，它其实拼搭的形式跟乐高超级马里奥系列有一点像，只是它的建筑部分会多一点，就不像是马里奥那个都是比较路径。对，那它这个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它完整性又更高一些。那你还是其实可以玩多款买下来的话，你可以拼成一个蛮大的场景。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人偶真的很可爱，就虽然都是任天堂，可是动物森友会的人偶呢，就跟马里奥那人偶是不太一样。这个就是直接把头部的造型啊，全部都很完整的做了出来。如果是想要入手动物森友会主题的乐高的话，我自己觉得西施惠这个欢迎来我家这一款算是首选。第二款要进入的呢，就是编号76924的宾士的 AMG G63 跟 AMG SL63。这2款车子，你是 AMG 不是开大。那这一款极速赛车的合组呢，有808片零件，直接从300多跳到800多。可是它800多，它有2台车以我自己现在玩乐高的经验，很多喜欢车的乐高玩家，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买不起真的车，所以我就买乐高的车。我觉得很好玩，是因为后来乐高不是出那种就是更大更贵的车嘛，然后他们就说我连车都买不起。像这一款76924呢，完全必须要担心，对，因为它组完之后呢，其实算是还蛮小的，然后价钱一定又是很 OK 的。G63就是说算是有户外梦想的男人的梦想车。其实这一款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更因为这一款 G63去买，因为它不管是方正的车型线条啊，还有它前面的直瀑式的水箱罩，整个就是非常的帅气，而且很狂野。我觉得它推这个套组很聪明，因为 G63跟 SL63，两个其实是完全不同定位的车。我还有一台 G63可以载着全家大小一起出游，然后我有一台 SL63可以自己在北宜公路奔驰，好爽。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可以这样的话，那还真是人生胜利组。喜欢极速赛车系列的话，应该就会真的很喜欢这一套宾士的车的组合。接下来第3款呢，就是编号60421的机器人世界云霄飞车乐园。这个城市系列的合组呢，它的零件数有986片。这个云霄飞车的合组跟我们2023年那时候有推荐一个创意系列31142，那时候是太空云霄飞车，其实有点像，都是以游乐场然后云霄飞车去做一个主题。
创意系列的那一款呢，它可以有3种不同的拼搭的方式。那这个城市系列的是就只有一个，可是它里面有很多电玩感的细节，像它有一个比较科幻风的机甲，对，还有摇杆的装饰，内装里头还有街机的一些模型，加上它街机里面的一些元素，其实整体对我来说有一点像是那种复古的游乐场，可是同时它又有一点带有近未来那种科幻的元素，有点复古科技啊，整体是一个很好玩的。其实我那时候有上网去看了很多资料，去研究它改装的可能。你用可以扣住云霄飞车车辆的那个链条，在某一个地方它可以安装动力的零件，对，那你就可以让那个链条在那个地方一直旋转，它就可以拉它上去。对，那其实对，那它其实到它旋转的那个范围是可以到说你上去然后滑下来之后的头可以碰到。其实我觉得这一款它跟一些乐高的街景一起放也蛮可爱的。接下来呢是75389的黑暗千年鹰号，如果今年只收一个星战的乐高的话，如果是我绝对只会收这个，真的太有趣了。这款有1579片零件的盒组呢，它其实是蛮多个价值在里面，因为2024其实是乐高星际大战这个系列的25周年，这一款乐高也是根据乐高的星战动画是重建银河系，根据里面内容去做设计。那个动画其实在讲就是乐高星战的这个宇宙呢被一个积木错置的原因，就整个都变得一团混乱。其实你可以看到里面，比方说有很多本来是正派的角色，然后变成坏蛋。那本来是坏蛋呢，他现在变成好的角色。然后有一些像是里面以前很可爱的那伊娃族啊，他可能变成一个很凶悍的赏金猎人，这种去翻转各种角色设定的一个很有趣的动画。那这个黑暗千年鹰号呢，它是一个经典加经典的一个混合，因为千年鹰号本身就是一个超经典的飞船嘛。那它现在是用一个因为像是黑暗面的力量去重新包装它。我自己觉得最酷的角色就是Darth Jar Jar，因为这一艘船就是他的。其实算是熟悉星际大战的玩具人，大概可以知道说 Jar Jar Binks 这个角色呢，一直以来都有一种他其实就是西斯大帝的，就是有个疙瘩，就是一个阴谋。那其实这一款乐高算是实现了多年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传闻。这一款黑暗千年鹰呢，除了有掀开的可玩机构跟整体的外观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新鲜之外呢，它的人偶阵容绝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组合。除了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Darth Jar Jar 跟绝地维达之外，其他的角色也都很有趣。堕入黑暗面的瑞，还有一个达斯戴维，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我自己很喜欢的是变成赏金猎人的 C3PO， 他的眼睛是直接变成红色，就是很凶这样。我觉得这个人偶超有趣。另外还有一个很休闲穿着海滩装的陆克，那陆克的他的造型其实是比较偏向后3部曲7、8、9那时候比较老的陆克，所以这个黑暗千年鹰呢也是一个超级有趣的星际大战的乐高。再来呢要看到的是编号42171的梅赛德斯 AMG F1 W14 E Performance 这个科技系列的赛车主题的盒组呢，它有1642片零件，组完之后呢，可以得到一台63公分长，然后比例是1/8比例的一级方程式的超帅黑色赛车，超大的，真的很大。其实如果有在关注乐高的玩具人，可能都知道说，明年3月你们的钱包就要完蛋了，因为明年3月除了在极速赛车，他们一口气会推出10款 F1 赛车之外呢，它在科技系列、Icons 系列、城市系列都各自都推出了各种款式不一样的 F1 的赛车 ，total 大概加起来会有大概快20组左右。哇，太扯了吧 ！F1 的赛车太扯了吧！真的是哇，破产！真的是从小到大。我还少讲一个，他还出一个 F1 赛车车手加那种小赛车的抽包，有点像是人偶包，可是你抽起来就都是每一台不同车队的 F1 的赛车。看，我想抽，好赞哦，超赞的。那其实这一切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2024年的3月，这个时候就开始陆续也是推出了蛮多款的 F1 的赛车。那其实这个 W14呢，算是一个一切的起点。对，那它整体又是超级帅的黑色，加一点绿色的点缀，驾驶座的后面这边有一个红色的进气口，但是整体的一个亮点。而且我觉得讲到梅赛德斯的这个宾士的车队，就不能不提到那个拿过7次冠军的男人汉密尔顿。为什么2024年那么值得买的原因呢？宾士的这个辉煌的战绩即将画下一个句点。我们的汉密尔顿宣布在2025年要转去法拉利队。可是好像车手都会这样，对，就是他们会转队。可是因为他已经在梅赛德斯这个车队开了12年，所以他现在转队等于说是整个这个比赛版图会有一个大变动。所以我觉得这一款也是在2024年签好
这么推的好。这一款 W14的这个一级方程式赛车呢，它有就是科技系列一贯的一些把玩的功能，像是带动前轮的转向，就是你可以转它最顶的那个齿轮。虽然有些人觉得那个齿轮有一点算是破坏整体的一个美观的完整性，可是因为就是如果你常玩的话，我自己觉得这算是一个蛮经典的做法，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它还好。还有另外一个很酷的是，你可以先开它的引擎盖，然后看它的引擎在作用的样子。哇，太帅了吧！然后我觉得最酷的是，它这次引擎是导入了透明的零件，你可以直接看到内部的那种。对，就是有那种穿透感，我觉得蛮赞的。这一台赛车呢，真的算是如果你喜欢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话，真的是很可以买的一台。接下来是编号31212的银河系的 Milky Way， 银河系就是乳汁之路。为什么是乳汁之路啊？这个呢是来自希腊神话的一个典故，就是因为当初希腊神话里面一个很有名的角色就是海克力斯。大力士吗？对，他那时候出生的时候，天后赫拉愿意亲自为海克力斯哺乳，可是海克力斯吮吸乳汁的力量实在太大了，所以赫拉有点受不了，把它推开。推开之后呢，刚被吸出来的乳汁就洒在无尽的夜空当中，赫拉的乳汁呢就变成一个耀眼漂亮的银河系。所以我们银河系呢就叫做乳汁之路。这个 LEGO Art 系列有3091片零件的银河系呢，组完之后连框架整个是65公分长左右。你要在65公分长的这个规格里面呢，把一个超越我们脑袋容量可以想象的银河系拼在里面，要有一个很宏观的视角。毕竟里面，比方说一个猎户座的螺旋臂，它的长度可能就是10000光年。这是多少？对，没有概念的，什么意思啊？这个银河系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它只要一个零件就代表了我们身处的这个太阳系。一个零件就是一个太阳系。太阳系的旁边呢，它有很贴心的用一个小牌子写一个 You are here， 这样就是这个太阳系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那我们呢，身处这个太阳系又在这个银河系是在什么位置呢？就可以借由的这一个模型去看到这么渺小的存在是身处在哪一个地方。就整个是很有趣，然后很宏观的一个模型。那它除了外观很漂亮之外，它里面用很多一些很有趣的呈现方式去让你感受到在银河系里面的一些星宿啊，还有一些星云，它都是用一些很意想不到的方式去呈现。在拼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里面有用到很多算是再熟悉不过的零件，像是梳子，然后望远镜，还有一些是旗帜，像是冰淇淋啊，自行车手会戴着那种安全帽的零件等等，就是它都会用这些零件去营造出一个很宏观的银河系。这一款银河系它虽然不是说有很多层去堆叠让它越来越高，跟高塔式不太一样，可是它是在同一个平面当中营造出各种的深浅，整体的表面是很有层次的。整体拼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模型。在拼这个银河系的时候，其实说明书里面都会有特别跟你说哪一些小的模型是代表什么，像比方说有红矮星、七姐妹星团、蟹状星云、创生之柱这种等等。因为那时候我就是一边玩一边查嘛，然后就觉得好完美。我自己觉得放在架子上或是上墙都算是相对不占空间的一个模型。再来呢是编号21348的《龙与地下城：红龙传奇》。这个我就非常有印象，千豪带我飞。因为那时候是我们介绍的方式，让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制作。这个 Ideas 系列的盒组呢，有3745片零件。我们当初在玩这个《龙与地下城》的盒组，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算是对它的一个注解嘛。光是《龙与地下城》的这个红龙传奇的这个场景，它就是一个很好玩、很丰富的一个乐高的盒组。那再加上乐高跟魏志是他们共同编写的那个冒险书，整体的这个红龙传奇，我自己觉得年度是最好玩、故事性最丰富的一个乐高盒组。因为它其实除了红龙传奇的这一个场景组跟里面的人偶，还有一些里面的奇幻生物之外，后来乐高又有在出动地下城的人偶抽抽包，就等于说你可以扩大这个游戏丰富性，对，就真的很厉害。还有一个很值得收藏的点，就是它说明书的封面是由我们台湾的乐高玩家电锯霸所绘制的，而且我们2024年其实也是有机会见到本的，我觉得对，我们去跟他吃过饭，对，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碰面。接下来同样也是建筑类型的乐高，是编号21353的植物园。我那时候写完植物园的开箱报告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很想在第一段就写一个，这组除了大跟贵之外，我找不到什么缺点。这个也是 Ideas 系列的盒组，那它的零件呢有3792片，算是一个逼近4000片的丰富的建筑类型的乐高。这个植物园呢，基本上就是目前乐高最通透的建筑
光是这个模型你就觉得它这是一个超级适合植物成长的一个温室。那它的原设计者其实是一个意大利米兰的乐高迷，那个乐高迷他本身也是建筑师，他在旅行的过程中渐渐的对花卉啊，还有维多利亚时期的玻璃式的铸铁温室感到浓厚的兴趣。那他后来也是结合他的专业跟他的喜好，去打造一个他的版本乐高的温室。他本来打造的那个版本算是比较高，可以算是2层楼。这个的话其实算是就是1层楼，它算是有挑高。官方商品化之后是算是把整体的结构拓宽一点。这个的话，我觉得超赞的是，它这个都可以拿起来，就很像街景。哇，好赞哦！你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的顶盖都拿起来，打开顶盖之后呢，就可以一览所有里面多达35种的植物。进来大厅，然后你可以来这边算是多肉区嘛，欣赏一下用乐高拼出来的仙人掌，或者到这边的咖啡厅，还有露天座位。我没看过红色的鸟鸟那个算是很不错的零件。这一款除了有很多种植物之外，还有很多种可爱的动物。那你可以逛完这个植物园之后呢，你再到它的前面这边走廊散步，也都是有很多的花花草草。我好奇问一下，它说明书里面有讲说哪些比如说像这个是什么植物，这个有哇，那超赞的。就是你可以，可是也不是说全部都有，可是你就可以对照。其实如果你喜欢乐高的花的话，你可以在这组收集到很多花朵或者叶子的零件，整个是非常的有趣。在人偶部分也有注入一些小巧思，像是原设计者还有修改这款商品的官方设计师都有注入在这个人偶里面。还有一个乐高算是近年很注重的一个议题，也有被注入在人偶里面。乐高近年有让乐高的人偶算是更多元的一个呈现，像这一组植物园就是一个蛮有趣的呈现方式。因为通常我们看花，除了我们用看的欣赏这些花的颜色啊、形状之外，其实嗅觉跟听觉我觉得也蛮重要，因为这里面也会有鸟嘛。那其实在这次的人偶阵容里面也有一个视障的人士，虽然说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可以借由嗅觉跟听觉去享受这个植物园的魅力。其实在这个植物园的人偶其实也是有从小孩到成年、中年、老年都有，就等于说植物园这个地方是各种年龄层都可以在这里好好享受。那这也是我很喜欢这个植物园的原因。第9款是我们76271蝙蝠侠动画系列的高弹式天际线。这一个高弹式天际线呢，它的零件是来到了4210片，组完之后呢，长度则是76公分。那时候看到蛮惊讶，因为它就是还原那时候动画系列，把天空拼成红色，真的是很经典。从整个美术，然后当初黑色底板的动画调性，因为它那时候蝙蝠侠的动画是比较黑暗、比较深层的调性，那它利用这个乐高是把它的红色天空拼出来，而且还2种红色，我觉得超酷。用那个黄色的照出灯光跟那个飞船在搜索的样子，光在片头所有出现的那些经典场景，都把它做在这个乐高里面，而且是全部都放置在同一个平面，就是相当的了不起。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虽然是平面的，但是你可以借由拆开它各个建筑的外观，去欣赏到它里面的一些角色跟动画的元素。维恩庄园打开，然后蝙蝠洞打开，上面就是有阿福，下面有蝙蝠车跟罗宾，还有蝙蝠女。你可以在掀开各种建筑物的外盖，去找到里面暗藏的一些超级恶棍，因为它是用贴纸的方式去呈现，就等于是平面绘制的。这种角色一共有27个，这个27个用贴纸呈现的人偶之外呢，有一个是用印刷的，就是那个蝙蝠侠的红色的那一块2×2的砖。我觉得那块印刷的是必要的，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造型。除了这一些平面的人偶之外，那款盒组还有附上4个一般大小的乐高人偶，有动画版本的蝙蝠侠、小丑、猫女还有小丑女。你除了可以得到一个很完整的高弹式的天际线的模型之外，你还可以得到一个很棒的人偶阵容，算是非常经典的组合。进到我们的极致严选10大推荐的最后一个，看到我们桌上忽然多了一个邪恶的眼睛，邪恶的眼睛，编号10333的魔戒巴拉多，它的零件5471片。今年好像没有大到很夸张的。对，今年好像没有。这个巴拉多呢，我当初在选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犹豫，因为其实对他没有那么迷魔戒，他会觉得这个可能是太黑了。可是我觉得，就算我没有那么迷魔戒好了，就算我不是魔戒的粉丝，我还是很想知道，在这个明亮状态下的巴拉多是长什么样子的吧？因为毕竟在电影里面根本就是夸了某。对，因为这个魔戒巴拉多后来还是入选的原因，我自己觉得是它本身魔戒商品算是蛮特殊的一个性质。因为当初我们在玩这一款巴拉多的时候也讲，魔戒商品其实是先出了一段时间嘛，中间直接不出了，直接算是一个绝版的状态，然后一直到我们
们当初玩瑞文戴尔那个时候，才又重新把中土世界用乐高的方式又带回给大家。电影里面对于巴拉多一个描绘，其实它就是一个超级大的要塞，那它外观也是就是黑漆漆的。它里面有什么，你可能只能从佛罗多被抓，他不是被扒光，然后囚禁在一个塔里面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巴拉多算是用乐高一贯很幽默的调性去诠释，或者是他把他们自己的想象，然后融入了电影的资料去做成巴拉多里面要塞的样子。因为这个巴拉多组完之后呢，有83公分，加上当初瑞文戴尔那个，那我到底要放哪里？可是我觉得这2款，如果你是魔戒迷，又会觉得不买不行。对，真的是就是太久没出之外，然后你一次出又出2个那么经典的场景，绝对可以懂为什么这一款会入选的最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真的自带了很多特殊性跟话题性，建筑的还原度跟一些新的有趣的诠释之外，它在人偶的部分也是一个超大的突破。因为当初黑门那个时候，我们只有索伦之口的人偶，对，那它这一次是直接首度的把魔君索伦给乐高人偶化，这个也算是一个创举。那索伦之口也有在重新附上，那加上它里面的半兽人，还有一些新规制作的头盔。其实那个头盔真的是引起我共鸣最大的一个部分，因为甚至比索伦还大。因为你说那个头盔就是真的是还原电影里面他们做的那个样子。当初山姆去把佛罗多救下之后，他们要变装，然后要往末日火山前进。那他们那时候就是穿着半兽人或是强兽人的服装跟头盔，那个头盔就真的跟电影里面真的是很像，所以它里面有用大概3-4种样式的头盔，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头盔零件还真的很珍贵。因为真的除了这组之外，可能真的没有了。就是这种种的因素就叠加在一起，对，就是它就是我们的最终之选。虽然它这么大，又这么黑，又这么高，真的是很难以展示跟收藏。不过这款巴拉多相信是魔戒迷的浪漫。今天我们介绍这10款嘛，千豪，想必你也是做了蛮多的挣扎。有没有几款是你觉得也想要放上来？因为这个极致严选的202410大乐高推荐，其实我们在玩具的网站上面也有上一篇专题的文章。那我在文章的最后也有列了几款我自己很喜欢，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所以没有放入评选的几款合组，像是编号71438的超级马里奥世界，马里奥跟耀七那款其实很有趣，是转动它的机关，然后耀七会吐舌头，对，可是没有放进来的原因是因为它煮完之后正面真的很可爱，可是背面真的有点像是一个未完工的半成。我在选的时候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它的完整性要蛮够，就它的造型一定要先过关。还有像是编号76433的魔苹果，那这个我们23有买，你们可以去问他。还有一款是21349的冰室猫。那个猫其实我觉得很棒，因为那个也算是 Ideas 系列的商品。它的原设计其实是根据它的猫去做一个设计打造出的一个模型，经过商品化的冰室猫，应该是乐高的公司有经过一些考量，去把这个猫的品种换成更大众的品种。那整体的造型其实也是很赞。在文章的最后列出的一个遗珠之憾，就是我们史上收录最多人偶头在单一款合组里面的，就是我们的10391与菲瑞威廉斯飞跃月球，超难听。总共收录了有51颗的人偶头，就像我刚前面讲到，有各种肤色，然后各种的种族，就超好玩的。它很多的人偶头都有2个脸，更是有大概30几个人偶，都是专门为了这一款合组去做设计。然后我们可以拥有飞斗跟他老婆的人偶，这几个很吸引人的卖点之外，它的这一个驾驶舱顶盖的这个金色零件也是用文铜烤漆这个技术去涂装的最大的零件，就是真的是很帅气，然后又很精。在这10个千豪严选的乐高，你挑的东西其实都是比较 for 所有的，尽量去满足到比较大众的。对。在这10个要我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挑 The Milky Way Galaxy。可以理解。除了空间真的是一概考量之外，我觉得缤纷的东西本来就是蛮吸引我。那如果是我选的话，我可能真的会选这个，因为这个真的太漂亮，就他把他现实看到的一些建筑融入到他的作品里面，其实就是带有蛮多的想象空间。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玩具人的乐高达人千豪为我们带来了10大严选的乐高。那各位玩具人，如果你在2024年买了什么很特别的乐高，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话，麻烦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记得订阅玩具人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玩具人看。那玩具，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拜拜。因为明年大家可能要买法拉利。明年那个赛车，其实明年有一台是红牛车队的那一台，红牛，因为红牛车队的那一台它是科技跟极速赛车都有，就是哇，真的是就很帅。尤其红牛今年又来台湾，尤其红牛2024年又来台湾，然后烧胎啊，对，烧胎那个日本的那个那个人长得像谁？长得像何那其实蛮有亲切感，但是有一个，对啊，所以我觉得，红牛车队也算是台湾人蛮熟知的一个车队。